食品界的巨头人物，发明即溶咖啡的人，太空人上太空吃的健康食品，还有帮助全世界原本都要夭折的小婴儿最后存活下来的发明人，奶粉发明家雀巢，以前是做化肥的。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师。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食品业界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疯狂狂人——雀巢。雀巢的疯狂，你可以用2个层面去看，它是一个拥有2000个品牌的集团，基本上很多都是靠着并购吃下来的。另外一种狂呢，就是现在的雀巢跟当时的创办人的雀巢是不一样的。在台湾，基本上你都有喝过雀巢的食品或雀巢的食物，只要从即溶咖啡啊、吃到饱的餐厅去压很多那个雀巢的饮料、柠檬红茶啊，或者是从小到大你应该都有吃过雀巢的奶粉，克林奶粉啊、能恩啊、惠氏啊，像我们现在副总在喝的奶粉，它也刚好都是雀巢的，因为雀巢实在是太庞大了。而雀巢这间公司呢，它除了商业上的很大的成功，它其实在医疗上其实帮助了很多小孩子、新生儿、早产儿能够活到现在，其实也都是雀巢这间公司的功劳。但是在台湾，你应该很少听到雀巢这间公司的故事吧？而雀巢这间公司在哪边发迹的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去的瑞士，不是有去比尔拍，就是很多工业手表、制表的重镇吗？什么劳力士最大的工厂啊，或者是许多什么Swatch的博物馆啊、Omega 什么，就在比尔这个地方。但是瑞士这个地方，除了出了很多的名表，还有大家打电动、玩 PC 游戏的电竞的罗技这个牌子之外，雀巢也是在瑞士这个地方发迹的，就在瑞士的 Vevey， 是一个充满葡萄园、各种葡萄酿酒的地方。当时他在1866年的时候创立，至今呢卖到185个国家的产品，旗下有2000多个品牌。光听到2000多个品牌就很屌，对不对？很多人2个牌子都做不好了，你还做到2000个牌子。可是雀巢它不就是雀巢奶粉、Nespresso、Nescafe 还有什么？雀巢浓缩咖啡嘛，雀巢即浓奶粉嘛，雀巢柠檬红茶。我跟你讲，你现在听到是雀巢，但是还有很多名字不叫雀巢，但其实它是雀巢。我先讲糖果零食好了，大家在便利商店或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七巧 KitKat 雀巢的，美露雀巢的 Smarties 那个可能国外比较多一点，巧克力豆雀巢的。有时候早餐懒得准备，然后你就牛奶配那个麦片 Coco Crunch 那个雀巢的。当然还有乳制品啊，像什么克宁啊、雀巢牛奶公司啊、雀巢三花啊，基本上大人奶类的你都脱离不了雀巢这间公司。那连小朋友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启富、雀巢能恩啊，或者是你小朋友很容易落晒，什么雀巢能恩水解啊，我记得1罐要1000块吧？那是启富吧？就贵妇奶粉啊，也是雀巢的啊。有没有以前副总刚出生落晒的时候都吃这个？1个礼拜吃掉我1罐，好可怕。当你第一次真的照顾过小孩，才知道小孩吃的比你还好。人吃的之外，还有宠物吃的 Propan、普瑞娜啊、喜悦啊、猫贝利，这个也是雀巢的。其实我发现我以前养的那个米刷、那个腊肠狗，它都是吃雀巢的零食。人到宠物都可以，到婴儿到宠物到你现在工作喝的咖啡，基本上你都被这个雀巢公司笼罩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有之后这个厉害的高尚的生活饮用水，佩利亚，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绿色的矿泉水就是气泡水，雀巢的巴黎水，从巴黎来的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喝巴黎水。其实你真的去过巴黎，你不觉得巴黎水干净？我不知道，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它很厉害，对不对？它好像是一个食品开发大公司，但其实我告诉你，雀巢还有1半以上的公司全部都是靠着并购来的。所以曾经你在很多中国大陆的电影里面，或者是很多有一些以前的独立制作的电影里面，你会发现雀巢这间公司，它在电影当中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样正面形象的象征。很多把咖啡豆种起来啦，然后非常好喝，就是得到冠军怎样，然后雀巢公司要来跟他收购，然后想说哇，今天大公司看起我了，就是想要买我公司的咖啡豆，没有，他要跟他收购完之后，把他的咖啡给毁掉。为什么？它可以卖高价啊？因为他可能会有他的商业手法，但是当时的电影是这样子拍的，它很像是一种帝国主义，我打不赢你，我就把你买下来。跟我们之前在拍手表一样，劳力士，我没有要做，但是我想要自制机器，那怎么办？那我就把你的基因厂买下来，你就是变成我的劳力士自制机器了。我越来越了解瑞士人 style 了。前面听起来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豪门富二代，就是可以到处并购人家，但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子的。许多品牌一开始的创立的发迹人呢，他其实都是小小的，在一个偏远的乡镇里面。很多兄弟姐妹，就像雀巢一样。雀巢亨利这个人，他其实从小到大14个兄弟姐妹。按照排名来说，他是老11。你现在里面排第几？老2、老3、老4、老11。他爸蛮厉害的，只有跟一个太太生14个人，风险很高嘞。你中间也要休息个1年再生吧。就算我从16岁开始生，中间不断的连续生产，那也都40几岁了。以前小孩很容易挂掉啊。你讲到一个重点，以前的小孩的确很容易挂掉。如果没有雀巢的出现，
就连我们现在看到瑞士这么样就是干净漂亮的地方，20%的小孩会夭折。那个时代的瑞士呢，在19世纪的中期，雀巢这个人的出现呢，在1814年，从他出生到现在也200多年了。那雀巢这间公司其实已经快要160年了。那你想过什么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这种食品业大亨呢？搞玻璃的，因为他们以前玻璃好像是世袭的产业。对，以前在欧洲，你看那个就是欧洲的教堂里面的那个玻璃，欧洲人搞玻璃跟台湾人做玻璃安装师傅其实不太一样。其实他们以前的那个玻璃产业是一种世代传承。世袭产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玻璃，所以不是穷人家，算是有钱人家。在19世纪中的时候，你能够做玻璃，你是有钱人。但虽然说现在的雀巢它是一个瑞士公司，但其实雀巢这个人他不是个瑞士人，他是德国人。他在小时候他其实是跑到法兰克福这个地方去学药剂。当药剂师，开西药吧。以前的药没有像现在的制药厂嘛，以前的药其实是很多矿物质的调和，你的化学知识其实要蛮丰富的，有点像是神农尝百草的西药版。他们测试很多东西，去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疗效。他会说那个咳嗽打蓝，他打蓝之后不会咳嗽咯。以前那个时代的西药榜，就是他以前的那个制药，其实跟现在的制药厂是不太一样的。有机会我们再拍西药的制作，但以前的西药榜就是它的制药。或者是以前的这种药房，它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领先于就是一般的世俗老百姓的，好比说保存能力，还有化学的知识。有点像是说我可能刚大学毕业，我没事干，但是呢，我随便应征了一个工作 ，7-Eleven 有职缺不然我来做个食品物流好了。去了物流业，我以为我是去开车的，但是其实我真正学到了一个是冷冻保存的知识跟技术，有点像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说呢，雀巢这个人他在药店当了4年的学徒，学到了很多丰富的奇怪知识。这个人也算是非常不务正业，你知道他搞了多少生意吗？他卖过柠檬汽水，卖过矿泉水，卖过芥末，卖过利口酒，卖过醋、谷粉、坚果油，卖过白铅卖过水泥。敢做水泥生意的人肯定都不一般哦。他算是一个多方尝试、不务正业，但是也都有在干的一个奇才。一路直到了1840年，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产生粮食危机，谁还在跟你喝柠檬汽水？没有了吧？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改做煤灯。你知道粮食危机为什么卖煤灯吗？大家挑灯夜战工作，我一天能够做多少工作，我能做就尽量做。我一天晚上能够夜间耕作，我就赶快夜间耕作，赶快要把那个东西赶快养起来。所以粮食危机怎么样让你的农业生产大量量产出来？化学肥料，台湾曾经也是经过化学肥料的洗礼。他不做成品，转而去做它的生产。需要什么我就卖什么，煤气加化肥，让你晚上下肥，明天早上起来长得像大树一样高。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雀巢他以前怎么样让他致富的，卖化肥。所以你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创办人就是他非常的敏锐，他发现这个市场上面缺什么，我就应该去搞什么。他那时候观察到一件事，在当时19世纪中的时候，瑞士这个国家小朋友出生的婴儿致死率高达20%，也就是1岁以下的小朋友，你已经生出来了，他到1岁之间10个小孩会死掉2个。在瑞士这么干净的地方但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很荒唐你知道到现在东南亚很多地方也因为水不干净，那个婴儿致死率也都是快10%，所以很多的婴儿小朋友到现在，其实在6岁以前他不取名字，是因为很容易死掉。可能是因为妈妈没有母奶的话，没有干净水，你就没办法泡奶。没错，你讲到了2个时代的重要关键点。在以前19世纪那个时候，你不要想象那个时候是有奶粉的，没有。如果妈妈挤不出母奶，小朋友就是饿死。不可能吧？可能喝水吧？水可能是一种方法，不然喝什么？喝酒。喝麦汁，各种就是奇怪的想法，神农尝百草去尝试小孩嘛，所以会有20%的致死率嘛。但是我跟你讲，有生意头脑的厉害的人士就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就发现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当时还不叫奶粉，那个时候叫做麦乳粉。麦乳粉是不是听起来像现代的什么麦乳卡蜂蜜口味？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脑学生。他其实呢，就是把他以前做化工化肥做 sale 榜的各种经验，然后去研究母奶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他就把牛奶加麦粉加一点糖，就是让小朋友吃起来甜甜的，把它调制成麦乳粉。但是也不能把用化肥的知识然后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找了营养学家，然后来一起调制这个成分。如果今天小朋友没有母奶了还是小朋友饿了，或者是可能小朋友生出来之后妈妈走掉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煮沸加进去一起煮拉嘞，然后你就可以喂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就可以健康长大。当时降低了非常多的婴儿致死率，所以当时在那个医疗不发达，没有到处能够有医院送，也没有奶粉的时代，生出来的小朋友，他如果只要有一些状况，就很容易会夭折，更何况是早产儿。所以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事件，1867年9月1号，这个让雀巢一战成名的，就是当时出现了一个早产儿。
这个早产儿他早产到无法消化，就是他的很多器官啊，他的很多那个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就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时候雀巢的麦乳粉，它加上了医生的建议之后，养活了这个早产儿，让他健康长大。现在又有几十位的小朋友跟早产儿，然后还有许多就是可能没办法喝母奶的状况下，他们确实用医疗背景去证实，他这件事情可以让婴儿的死亡率显著下降，可以养活小婴儿，让雀巢一战成名。从几个成功案例之后呢，那瑞士人的发现就是，如果有一些状况，你可以试试看，为看看这个雀巢发明的麦乳粉。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厉害呢？瑞士的沃州这个地方，小朋友1岁以下的致死率就23%。但是自从使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它的致死率降低到15%。你只要想23万人到变到15%，那就变成15万人。我讲了一个很小规模的数字，每一个都是一个家庭，这真的很伟大。雀巢奶粉伟大，说不定你现在会出生看到这个影片，都是因为雀巢，因为你的阿周可能如果在那个时候夭折了，就没有办法生出你父亲，你爸爸就没有办法生出你。所以他不是在做生意，他在救命。我相信他还是有想要做生意。广告时段，这一次的广告干爹就是我们自己。各位朋友们，我们超认真的赖贴图总算上线了，讲了好多年，经历了好多个设计师，经过了好多次的赖审查，总算正式上线了。你可以用赖他们本身的代币购买，你也可以用现金来支持我们，只要几十块钱，你就可以获得我们24张的原创贴图哦。你可以拿来应付你的老板，可以拿来应付你的女朋友，或者是来应付你的同事们。所以这一季除了全新的兄弟茶上线之外，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以后你可以在赖上面获得超认真的贴图哦。感谢本期干爹就是我自己，赞助我自己。虽然他还是有赚钱，但是当时的历史记载报道，他收到了来自1200封，许多来自于母亲的感谢信。因为可能妈妈挤不出母奶，很多家庭什么的因素，但是因为这个食品的发明，让我们就是这个生命值得延续。但当时他干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已经50几岁了。一路他推广到整个欧洲，很多人开始使用，就是吃这种麦乳粉或者是奶粉这个东西，他其实已经60几岁了。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什么都听得进去。你想要干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理解。所以那时候雀巢还有一个邻居，他很想要做牛奶巧克力。以前那个年代的巧克力是只有纯巧克力，吃起来都很苦。你知道那个可可树那个果实，然后再浓缩，可能都99%几%巧克力，超苦，很苦嘛。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巧克力。但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巧克力是什么巧克力？牛奶巧克力。是混合，就是甜甜的，不是这么浓、这么苦、这么涩的巧克力。牛奶巧克力之所以会发明呢，就是因为60岁的雀巢。他每天一直听他的邻居讲说，我会做巧克力，我会做牛奶巧克力。60而顺，他听进去了，因为他会做浓缩奶粉嘛，牛奶加巧克力混在一起煮是没办法做成牛奶巧克力的，但是巧克力加浓缩的牛奶奶粉混合在一起，才有机会做成牛奶巧克力。你才有分层次嘛，就中间嘛，外面咖啡色，里面是白白的。那个是夹心巧克力吗？那是夹心巧克力，那是现在是更高深的技术。健达出奇蛋，健达出奇蛋一次打开3次满足。健达出奇蛋的制作完成，一定也就是因为工业的成熟度到达一个极致嘛，先有巧克力，再有浓缩牛奶，还有里面的色素玩具模具的养成，能够让它2个合在一起，打开有健达出奇蛋，像这样。我们小时候讲的出奇蛋跟现在健达出奇蛋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年龄分界线。是我上次我们到了瑞士才发现，瑞士还有健达出奇蛋。现在小朋友你们吃的健达出奇蛋不是真的健达出奇蛋。他们做出了第一个牛奶巧克力之后呢，他跟这个邻居这个彼得先生就想说不然我们合开一间公司好了。合开创立的这间公司呢，基本上已经展开了整个全新的食品糖果的领域。但是此时此刻，人生无常，人会老嘛。人最公平的就是你的财富虽然有可能无限，但是你的寿命永远是有限的。年纪大了，就是60、70岁，这个时候雀巢他觉得是不是应该把公司卖了？我妈以前常讲一句话：后戏老鬼，狼戏老娘。老虎死了就是有价值，就是皮就把皮留下来；人死了呢，什么都留不下，他只能留下一个这个名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决定把他的雀巢这间公司卖给了3个商人，用100万瑞郎。你知道100万瑞郎如果用换算通货膨胀回头算，你知道当时多少钱吗？1875年的100万瑞郎，现在大概是2500万瑞郎。2500万瑞郎，你再乘以台币9亿，9亿，而且他没有做投资现金9亿，从以前放到现在还是他妈很多。以影响力来说，当时那个其实是100亿台币等级的交易。当时我的那个奶粉能够卖到整个欧洲、全世界，雀巢很有钱，那3个商人也很有钱，想必当时靠做手表赚了不少钱。所以这个创办人亨利雀巢呢，他为了想要确保雀巢这个名字能够留下来，他就连他自己的本名
都卖了。为了要确保这2间公司跟他的本人都不会混乱，因为他以前签名都签亨利雀巢，他以后如果继续签亨利雀巢，那感觉好像是变成公司决策一样，所以他不能乱签名啊。比如说我去酒店消费，好，我签亨利雀巢，那最后酒店的干部跟经理跑去跟雀巢公司要啊，那也不太对，所以他之后从亨利雀巢就改成 Nestle Airman。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念。经过我去了瑞士的经验，就是瑞士的英文不是英文，它有可能是法文，也有可能是德文，也有可能是意大利文混在一起念。但很确定它的英文拼音就是 EHMANT。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类签名的东西，赶快告诉我。之后拿到了这些钱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又是投资别的。你知道，就是有些有创意的人是闲不下来的，投资旅游业啊，投资房地产啊，投资小额贷款啊，就基本上是放款的意思啊。缺现金吗？找雀巢。难怪瑞士是私人银行的地方。对，就私人银行啊，现金10万马上可领。这样讲起来很邪恶。他当时在做了小额贷款，根据史诗的记载，他是为了想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还有帮助当地改善当地的设施。有可能我们之前去瑞士搭的那些什么火车、铁轨什么，说不定都是他当年的功劳。一路到了1890年，亨利雀巢眼睛合上，懒着呼吸了，他就把他的财产捐给他的子女啊、妻子啊，还有银行家。你一定想说啊，他的儿子嘞？他没有小孩，可惜了，人生忙忙碌碌就是搞化肥、搞工作，不然现在那个小孩富可敌国。雀巢家族跟我们之前拍那个瑞士刀一样，卡3、卡4、卡5、卡6、卡7，雀1、雀2、雀3、雀8、雀9。所以其实一路到现在，雀巢它的发明除了改变很多婴儿的生存率之外，连商业上在早期的时候啊，就是要泡咖啡要很快，懒得在那边手磨手冲，即溶咖啡，其实这也是雀巢跨时代的发明。有在喝胶囊咖啡的，基本上你也逃不了这个雀巢帝国的缩影。但是额外一个小故事，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搞即溶咖啡吗？很多厉害的创业家跟发明者，他其实那个一本初心都是来自于散念。当时那个年代，巴西咖啡豆过量生产，产量太大了，很多东西的发明，很多罐头、泡菜，像这类的发明，瞬间产量太大，你如果不把它吃完你就是把它摆烂，不然就是给军队吃，给国军吃。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连续1个月，整个月都在吃柳丁，所以你如果东西过量生产怎么办？你只能放着烂嘛，因为它就是即期品。有几个方法处理，其中一种就是把它做成蜜饯啊、干燥啊、罐头啊。当时的咖啡也是为了改善这件事情而研究发明的。所以你看工业知识多重要，它就可以让咖啡农就是一样能够有收入，然后能够在不是咖啡盛产的时候，大家可以喝到咖啡。同时，在很多在那个经济大爆发、商业大爆发的商务场合，商务人士。那个时候即溶咖啡是一个多潮多帅的东西。小时候不是都会看到每个家里阿公都一定会有一罐那个金咖啡，对啊，就是一颗一颗一颗。其实小时候的那个喝咖啡，这是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在以前台湾的咖啡业还没有像这么蓬勃发展的时候，其实很多简餐店或者是很多可以抽烟的那种店，喝的咖啡那就是即溶咖啡。我妈那个年代就说那人带去喝咖啡呢，就是喝咖啡是一个很帅很时尚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咖啡讲究啊，一季豆啊、日晒啊、水洗啊，就是现在又完全到另外一个层次面了。总而言之，这个人跟这个品牌基本上改变了许多的食品跟还有很多的消费行为，包含1969年美国人上太空，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要太空任务要进行的顺利，他们也跟雀巢这间公司一起合作了雀巢能量棒，就是能够让太空人在太空当中能够享受到营养，不一定好吃，但是至少可以生存的食物。我们称之为太空方块，其实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在健身在吃的那种，就是干燥浓缩高热量的那种食物了。它就是个浓缩 boy 啊，牛奶浓缩，咖啡浓缩，食物浓缩。他发现只要把东西干燥浓缩之后，它就可以运送到世界各地，就可以产生商业行为。浓缩都是多重要，2000个品牌，说不定1000多个都靠浓缩。现在你知道了吧？从小学工业，长大赚大钱。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就是有趣的奇葩工业小故事。其实原因就是来自于我最近照顾副总的时候，我在喂他喝奶粉。我喝奶粉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雀巢工业频道超认真少年，最年轻的少年喝的奶粉。肯定是要有一些工业故事跟工业典故的，做化肥的。好，这是这礼拜超认真少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